从宝华路这边再左转，就来到了第10辅路啊。这条马路上呢有很多广州著名的酒家，像我右侧的陶陶鸡，还有在前一点的左侧的莲香楼，还不错啊。这边有一条引桥，可以上到人民桥上。我的右侧这边就是江面了，这里是潘家祠。对了，就说这个地方已经有2个大户人家了，一位姓潘，还有一位呢应该是姓武。这边呢是同福西路了啊，再往前呢应该是可以去向珠江的。大家好，今天呢，我又是开车来到荔枝湾冲这个旅游景区的停车场。我刚刚就从我右侧这个停车场下去的。现在呢，我就沿着龙津路啊，随意的骑着。右侧是泮塘3约。这里有3约、4约、5约，一共有5个约。这个约我的理解呢，就是一个街坊、一个街区。这边呢是典型的广州西关老城区附近。我们今天就沿着老街随意的先走走。那最终呢，我还是想通过人民桥啊，然后呢到海珠区那边再去七星山。就前一阵子呢，去了一趟南华西路那边，就是同福西这个地铁站边上呢，有一些老的房子，很多都是以前留下来的骑楼啊，也在进行一些微改造。请了广州的2位设计师，一个叫谢英凯，是一位男的啊，那另一位呢就是叫梁谢明，一听名字呢就在广州出生的一位女性，也是一位设计师。我觉得深谙本地文化的2位设计师，我看过他们在梦想改造家里面设计的几个房子，我还是令人赞叹，觉得他们非常熟悉了解本地的文化，也在他们的设计之中呢，把这些文化传承表现得淋漓尽致。前几天我去南华西路那边呢，只找到了谢英凯改造的那个骑楼。另外一个呢，我昨天在网上查了一下，应该在同福西路上啊。我上次没有去到那个地方，所以我就想着今天借着到市区里面来，把车就停在永庆坊这个旅游的停车场。这是我最喜欢停的一个公共停车场，相对呢这个停车费比较便宜，而且有专人管理，所以我觉得会比较保险一点啊。那现在呢，我应该是在哪条路上呢？逢源路啊，在逢源路由北向南骑行。最终呢，我还是要骑到我刚刚开车来的康王路，然后呢，通过人民桥去到河南，就是海珠区那里。这里都是一些老街小巷啊，看上去并不怎么样，但是呢，这恰恰就是以前广州人应该说引以为傲的区域吧。
好，现在呢我已经左转到多宝路上了啊。这个南面啊，其实这是永庆坊的。这些老街区呢，真的你要改造成时尚天地，那几乎不可能。但是呢，又不得不改造。一个呢，时代在进步，人们的追求呢，总是越来越现代化。那同时呢，这边又要留下一些记忆，因为这个地方是广州人具有很多乡愁的地方。同时呢，也是以前商贾云集，到现在为止也是商贸昌旺的地方。现在又转到宝华路上，都是这种开了很多店的小街道。今天我出来的时候啊，16度左右，但是我刚刚从停车场走到龙津西的马路上，感到阳光灿烂，干脆我就把我的外衣脱了，只穿了一个短袖，因为骑一阵呢，可能身体就会有点发热了。正好提醒在这样的老街道啊，大家也可以留意一下广州这老城区的老百姓的生活的状态。虽然说没什么值得推崇的，这就是很真实的底层广州人的生活，或者呢，只是有很多人他不愿意离开这个地方，因为他熟悉的这个环境都不愿意离开。这也是中国人固有的这种家庭观念、互补情结。前面这边左转呢是第10辅路了。从宝华路这边再左转，就来到了第10辅路啊。这边呢，应该跟前面的上下九步行街是连在一起的。我们只是借道骑行一下。这条马路上呢，有很多广州著名的酒家，像我右侧的陶陶鸡，还有在前一点的左侧的莲香楼。其实这边还有广州酒家的总店，据说好像也应该重新营业了。你看，这就是广州以前的繁华一时的这种骑楼街。前面呢就是步行街了啊，但车就不让通行了，我们就在这边转到诸暨路啊。这些小马路啊，显得很陈旧，边上开的一些其貌不扬的小店啊，是
大家开个店维持一下自己的生计而已。现在我转入到和平西路，这里骑到头呢，应该就是康王路了。这种老的马路啊，很多设施都陈旧了。就前几年呢，我就看到这些马路都在施工，那现在感觉呢，它都是修下水道，所以使得这些马路上补丁、绕补丁的，其实呢就是开了很多口，就重新铺设了很多下水的管道吧。看看这些小街小巷，非常的拥挤。虽然是一条单行线，但是因为路实在太窄了，两边停了很多车，所以通行能力大打折扣。好了，这边呢已经从和平中路右转就到了康王路了。前面上桥呢就是人民路桥啊，但是我们单车不能从这边上，我们得从边上的匝道上。经过一段混乱的路段，我们现在就向着前面的人民桥骑过去，而我的右侧里面呢就是沙面道了。前阵子还把车停在沙面停车场，从这个里面骑出来过。那今天呢，我就直接从康王路来到了这里。这个地方呢，就是上人民桥的引桥了。还不错，这边有一条引桥，可以上到人民桥上。我的右侧这边就是江面了。好了，推车上到桥面啊，我们在这边骑过去。桥下就是珠江，右侧看过去是芳村的大湾区艺术中心。这边还有一个小的观景平台，我们来看看江。从这边看到白鹅潭那边，看得更真切一些了。这就是三江汇流的地方。正前面呢就是芳村，白鹅潭啊这边都在发展，一片欣欣向荣的样子。右侧这边呢就是白天鹅宾馆啊。你看有一座专门的桥去到白天鹅宾馆，而我的左侧这里呢就是海珠区，大概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好，我们下桥去。这个人民桥还是不错的，专门做了这样的直行道。
现在呢已经下了人民桥了，我们再往前走走，应该就是同德路啊，还有前面应该有个同福西的地铁站，然后我看看能不能拐到同福西路上，大概就能找到那座正在改造的旧房子。这边有很多纠察，新闻广播都在严查这种电单车违章，希望大家遵守交通规则吧。你看这个地上给你拉了一条线，红灯的时候就给你拉上，绿灯上行。这里是人民路下来的下桥的地方。好，现在上行，我们驶过马路。现在呢，我已经来到了同福西路了。看看在什么地方有那时候改造的房子，基本上就是一种模式，就是政府呢把这些老房子置换出来，请一些设计师呢来做一些改造。那楼下的铺面呢，就是开咖啡店啊，或者什么店铺，上面呢做一些集合住宅，就希望还在这边生活的一些老街坊呢，就可以在这边居住，大概是这样子的。你看这条街我也没怎么来过啊，但是可以看得出来，还是保留着以前七楼街这样的样貌。我看到前面好像正在施工，不知道是不是那个楼啊。应该就是这个楼了。好，我们掉过头去看一看。你看啊，还有一些工事还没完工，是不是正在施工的状态呢？这个地方有一个健康坊社区，应该就这附近的吧。我们姑且先到里面去转转。这边就是一条老街巷。这个老街巷已经破坏得很严重了，我们要重新把它修好，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也是一处危房改造。就同福西这个地方呢，以前在100年以前还是非常好的居住区啊，据说有很多有钱人在这边盖房子。但是时代已经变迁了，这里很多房子呢，现在你可以看到非常陈旧的模样。那些以前的豪宅大房子呢，早就被更多的人占据着，失去了以前的光彩。但是你可以依稀从那个门洞啊，还是可以看到就那些宽大的门洞应该还保留着以前的豪宅的这种大门的样貌。你看，这个就是沧桑巨变啊。
这里是潘家祠。对了，就说这个地方以前有2个大户人家，一位姓潘，还有一位呢应该是姓武。姓武的那位呢，应该是香港协和记的老板。总之，当年都是首富一级的人物。现在大家能看得出来，以前都是有钱人住的地方嘛，应该是完全看不出来了吧。这是龙溪2约。我感觉这里已经到了南华西路了，这是我们上次还来过的，就是有一座楼经过了设计师谢英凯的改造，应该就在这条街上。就这里了，你看。1点动心就是底下搞了一个咖啡馆，这边写着谢英凯安居这么一个工程。现在呢，我在南华西路我的身后就是谢英凯设计师改造的一栋骑楼。那里面当然无法进去参观但楼下呢其实做了一个咖啡馆。这条路呢，我几天以前来过的，我们再去走走。因为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社区叫海创街市前社区，这里能进去吗？应该可以吧。从海创街这个社区进来我发现跟外面不连的，所以我还只能到处去了。我们作为外来人，虽然在这座城市住了很久，但是对这座城市的历史的遗迹、传承的脉络等等呢，我们还是缺乏了解。但我相信这些地方呢，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这种历史的遗迹、文化的遗存，当地人可能可以如数家珍那我们呢，对这些都不是特别的了解，但是可以去逛逛感受一下，想象一下。以前应该也是有很多人，特别是有名的人住在这个社区的。这里就已经到了滨江西路了。面江这地方呢，已经变了天了，变成新的一些房子。从滨江西路还是绕回到南华西街这里有一条小街叫德林里我们到里面去通过一下。这条叫南福安街。以前我小时候在上海呢，也是住的这种里弄房子，所以对这种街道呢似曾相识。
小龙潭去了拐弯的。龙溪新街，就原本呢，相信这是以前的中产阶层以上的人自己置办的私产呢，就是大家住在这边，每个人的这种经济能力也差不多，他们呢也想着以后可以让自己的子女传承，而且周围住的人的质素或者说层次都差不了多少。假如说没有变革，没有革命，其实应该是他们的子孙继续住在这边，相信呢会更用心的去维护他们的房子。但是，一场革命以后，就完全换了人间，那些有钱人赶走，就这里现在住的老百姓啊，我可以说95%的经济应该都是不劳而获的，都是靠政府分配给他们的。你看啊，这个地方竖了很多牌子，西栅南街，广州市历史建筑，有好多个。但是我可以想象，这个以前老房子的后人应该早就不在这里了。所以有时候我们搞不清楚这个到底是一种时代的进步还是一种倒退。这里就起出一条弄堂了，这里应该是静和里社区，对面呢是南华西街，这里应该是同福西路上了。有个另外一个弄堂叫龙祥里，就这个地方呢，还都是一些当地的老街道、老街坊啊，在这边施工，主要是锯树，马路上作业，水流非常的灵热，应该就是最重的同福里居，下面应该也是搞一个类似咖啡店这样的。好了，我就到此一游吧。等到以后完全展现成功以后，到时间再来看看啊。这个地方呢非常矛盾的啊，就一边呢你应该投入更多力量进行一些改造，哪怕是微改造，但同时呢，改造其实解决不了问题，因为它实际上是一个呈现需要改造的问题。你光改造一栋楼、2栋楼并没什么用，但是也好过不改吧。这个就是目前这些广州老城区的现实。但是如果要恢复到以前啊那种宁静的社区、高尚的住宅区呢，是不可能的。这边呢是同福西路了啊，再往前呢应该是可以去向珠江的。我们在这些老街再走一段，然后想去找有一条河通叫海珠通的，它是连通珠江和珠江后航道的一段6.几公里的河通。那我们也去逛逛啊，看看能不能在边上骑行一段。这个地方呢，因为以前就在洲头嘴码头边上嘛，然后呢又是靠近江对岸的13行的传统的做生意的地方，所以这边出了很多生意人。那很多人呢赚了钱呢，也愿意在这种水边啊择水而居。就渐渐的，在几十年的时间里面啊，
就变成了旺区，或者说是豪宅林立的区域。以前广州有更多的河涌，说这些豪宅呢，大门开在马路上，后面呢都有自己的码头，可以直接去到河涌或者取水，或者呢是通过这种河涌上运输东西的小船来采购生活的物品等等。那现在呢，一切都不复存在了。一是很多的河涌呢都被填埋，变成了马路，仅留的几条比较大的河涌现在还在。这个地方呢就已经到了天域半岛，应该是一处江边的豪宅这样的社区了。上次我也来过的。这边呢就是珠江边上的洲头嘴公园，以前的洲头嘴码头了。但是我要往左去，看看能不能去到东兴路码头下面。东兴路码头现在也早就不用了。然后从那边呢就是海珠涌的起点。那以前并不叫海珠涌，以前叫马涌，还叫过其他的名字。现在我们就等一个信号灯，准备到马路对面去骑行。那到了这里呢，我就打算把这一段当做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一段吧。然后我们从这边出发，再看看能不能沿着海珠涌去骑一段。同样是在老城区里面兜兜转转骑到能骑的路就骑，骑不了就回头。那我们下一段再见，谢谢大家跟随观赏，欢迎大家关注、订阅，拜拜。